venga por mí. Aquí lo esperan Miraflores. No se tarde en llegar, cobarde. venga por mí, cobarde。今天这个新闻啊，那是真炸裂啊！估计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啊，全世界只要是连着网的那个下巴颏都还没合上呢。哎，你猜怎么着？就在咱俩还在这个被窝里面做梦的时候啊，当地时间2026年1月3号的凌晨1点，那是月黑风高杀人夜啊！美国人动手了。这回啊，可不是像以前那样子派个无人机扔2个炸弹就跑，哎，也不是搞什么代理人战争啊。这回啊，是赤膊上阵，直接往这个委内瑞拉脸上招呼呀。哎，咱们本来以为这怎么着也得是一场恶战吧？哎，怎么着也得打个10天半个月吧？嘿，结果呢，2个多小时，就2个多小时啊！特朗普那边就发推特了，直接宣布搞定，马杜罗抓住了。我当时一看这手机我第一反应是这个老特他是不是又喝多了吹牛呢？结果没有多久这个照片就出来了。就在那艘2栖攻击舰硫磺岛号上，这个马杜罗穿着一身灰扑扑的囚服耷着脑袋，旁边呢还站着几个全副武装的美军大兵。看着这张照片我是真觉得百感交集甚至有点脊背发凉。各位，那可不是个小毛贼那是一个主权国家总统就这么轻飘飘的跟领小鸡仔似的，被人从自家的总统府给绑架到了外国的军舰上。这哪是打仗这简直就是羞辱呀！是把这个国家主权这4个字扔在地上，还要踩上1万只脚。这事发之后网上有很多声音，有的是夸这个老美厉害的也有人觉得这事儿不对劲这肯定是有内鬼。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生擒马杜罗，那个时候我想着可能也就是身边出了个把叛徒，什么贴身保镖什么秘书为了那个传说中的5000万美元的赏金，把这老板给卖了。毕竟那可是5000万美元你说换算成人民币得好几个亿够这家叛徒一家子老小去迈阿密逍遥几辈子了。但是随着更多的细节流出来，特别是看到美军那个行动过程你仔细琢磨琢磨，这哪是一个内鬼的事这是集体性叛变，这是整个委内瑞拉的统治集团把他们的老大打包好，系上蝴蝶结，给美国人送货上门了。你琢磨琢磨为什么我敢这么说？这委内瑞拉是个啥地方呢？那不是只有巴掌大的格林纳达也不是只有一条运河的巴拿马。委内瑞拉国土面积将近有100万平方公里，那是比这个乌克兰还要大出1/3呢。这个国家也不是手无寸铁纸面数据上现役军人20多万，民兵号称800万而且他们手里面的家伙事虽然比不上中美俄，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那也是横着走的天上有这个苏30重型战斗机那都是老毛子的好东西双发重型，能挂好几吨导弹在地上呢有这个 S300防空导弹，那是能打弹道导弹的很坏还有这个山毛榉中空防空导弹就这个配置哪怕是美国人想硬砍，按道理也得崩掉几颗牙按照正常的逻辑这美国他要是想抓这个马杜罗，第一步得先来个半个月的巡逻导弹洗地把这个防空雷达给炸烂。这第二步得夺取制空权把这个苏30全炸毁在机场上。还有这第3步得派这个地面部队推进这就得死人。可是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这个美国人他就在凌晨搞了不到1个小时的简单火力打击，意思意思听个响。然后呢一支直升机编队就在这个加拉加斯的夜空里大摇大摆开着航行灯轰隆隆就飞进去了。直升机那是低空低速目标在这个防空火力面前那就是活靶子你别说什么 S300哪怕是几百万民兵里有那么几个忠心的扛着那个甚至不用雷达的便携式防空导弹，那甚至是架起一挺 12.7 毫米的重机枪对着那个天上一顿扫射，美军那个直升机就得像当年的索马里一样搞出个黑鹰坠落的惨剧来。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那这一路上这安静的就像是送外卖的小哥进了自家小区，没有什么防空警报，没有导弹腾空，没有机枪火舌。这美军特种部队降落冲进那个所谓的守卫森严的堡垒，把这个马杜罗塞进车里，拉上飞机走人，全程是丝滑的，就像你在某宝上下单，快递员上门取件一样。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那20万军队，那800万民兵那所有的雷达操作员所有的战斗机飞行员所有的将军在那一刻全部都选择了装死。
甚至可能就是这个马杜罗的总统卫队啊，亲自把这个老板给骗上了车，送到了美军指定的取货点。这哪入侵啊？这就是一场精心编排的交接仪式。咱们回过头来看这个马杜罗啊，那被绑架1个多小时后呢，委内瑞拉的国防军的战斗机啊，才慢悠悠的出现在了加拉加斯上空，飞了2圈。哎，你说这好巧不巧啊？早干嘛去了？这就好比是这个警察等这个劫匪都跑没影了，才开这个警笛过来洗地。这不是无能啊，这是演戏啊，这是演给老百姓看的呀。哎，意思是你看啊，我们还是抵抗了的啊，只是没赶上。这种演技啊，连横店的情缘都不如啊。这事吧，让我们看清了一个极其残酷的现实。与其说这个美军特种部队有多神啊，哎，你不如说这个委内瑞拉这个统治集团已经烂到了根儿里了。大家可能要问啊，这个马杜罗图啥呀？这帮手下为啥这么绝情啊？原因无他，2个字儿：利益。那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啊，过不下去了呀。我们看一段马杜罗被抓以后啊，这个民众的反应就知道了。¡Viva Venezuela! ¡Mi patria! ¡Vecinos, piénsense que somos libres! Mi gente libre, libre. Agarraron a Maduro, se fueron ya. ¡Qué felicidad! ¡Dios, gracias! Voy a ir para Los Roques, voy a ir para Margarita, voy a ir para mi tierra bella. Dios mío, Venezuela, coño. ¡Te amo, te amo, te amo! 马杜罗这些年啊，咱实事求是的说，治理国家能力呢，确实让人着急啊。虽然有这个美国制裁的客观原因，那个制裁确实是狠，但是你自己家里的经济搞得是一塌糊涂啊，通货膨胀到了买角卫生纸都得扛1麻袋钱的地步啊，老百姓啊是饭都吃不饱，军队的军饷估计就是一堆废纸。哎，你说这个时候，美国人拿着绿油油的美元来了，拿着解除制裁、保留你们贪污的资产的承诺来了。哎，那些平时围在这个马杜罗身边的将军们啊、高官们啊，那个心里面那个算盘打是噼里啪啦响。他们想的是，跟着这个马杜罗呢，迟早是死路一条啊，这船都要沉了。现在美国人给个救生圈，只要把这个船长扔下去喂鱼，我们就能活，甚至还能去迈阿密住大别墅。于是呢，这就成了一场集体出卖。在那个寒冷的凌晨啊，这个马杜罗啊，可能还在想着怎么对抗美军，殊不知他身边的人啊，都在等着美军直升机的轰鸣声啊。那个声音在他们听来啊，不是入侵的警报，而是发财的号角。这种众叛亲离，比被导弹炸死更可悲啊，更让人心寒。哎，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得把这个目光啊，稍微往北挪一挪，看这个委内瑞拉的邻居古巴。哎，你看这事闹的啊，对比是太鲜明了呀。古巴离美国近吧，就在这个美国的眼皮子底下，隔海相望呀。那古巴被制裁的时间更长吧，几十年了呀，那真是被封锁的，连根针都难进口。古巴的资源呢，比委内瑞拉差远了吧？委内瑞拉脚底下踩的都是石油啊，那古巴除了有这个雪茄和糖，还有啥呢？可是啊，哎，你看看人家古巴这么多年了，美国人那是做梦都想弄死卡斯特罗呀，做梦都想颠覆古巴政权，那是眼中钉肉中刺呀。但是古巴到现在啊，人家依然活得好好的呀，红旗依然飘着。为什么呢？难道古巴的武器比这个委内瑞拉先进？别逗了，古巴那个装备更老旧，根本原因在于人和。根本原因在于古巴的国家治理啊，那真是把老百姓和国家绑在一起了。人家的教育医疗虽然穷，但是公平啊。人家的统治集团啊，虽然也难，但是骨头硬啊，没有烂透。在古巴啊，这美国人要是敢派这直升机啊，这么大摇大摆的飞进哈瓦那，我敢打赌，不用这个正规军动手啊，那胡同里的老太太都拿这个砖头给他给拍下来。因为那里的人民知道啊，政府呢是在为了他们撑腰。而委内瑞拉呢，当这个统治集团啊只顾着自己捞钱，当这个贫富差距啊达到天上地下，当军队变成了雇佣兵，那这个国家哦就成了一个纸糊的房子哦，外面看着挺大的，涂着迷彩，其实里面全是窟窿。这美国人轻轻一推，甚至都不用推，只要在门口喊一声我给钱，这房子自己就塌了。
这一次行动嘛，美军哪是打一场仗啊，这分明就是搞了一次认知作战的表演秀。哎，他们就是要做给全世界看啊！哎，你看啊，只要你内部烂了，我抓你总统比抓只鸡还容易。各位，这个事儿吧，虽然发生在南美，离咱们挺远的，但是这个警钟啊，那是敲得震天响啊！这再一次印证了那句老话：堡垒啊，往往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一个国家啊，你的导弹再多啊，飞机再先进啊，那都是皮毛啊。如果你的内部不团结，如果你的官员呢只想着捞钱移民，如果你的老百姓对这个国家没有认同感，觉得这个谁来当总统啊都一样啊，反正我都是韭菜，那这个国家呢就是没有国防可言。那所谓的防线呢，就是马奇诺防线，一绕就过。美国人这次吧，虽然是赢得漂亮，但是赢得也挺鸡贼的啊。他们利用呢是人性的贪婪，利用呢是对手的腐败，这给咱们提了个醒啊，一定要把咱们自己的事给干好。一定要把那些想当内鬼啦、想卖国求荣的苍蝇老虎拍干净。只有咱们自己家里铁板一块，上下一心，那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到时候啊，哎，你别说什么直升机了，那就是外星人的飞碟来了，咱们也能给他干下来。行啦，这个事儿啊，咱们就聊到这儿。估计过2天啊，美国人啊肯定会把这个事儿当成好莱坞大片来宣传。特朗普那个嘴啊，更是把不住门啊！看着那张马杜罗穿囚服的照片，哎，我只想送给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领导人一句话：别光顾着买武器，多回头看看你身后的人民，多看看你身边的手下，那才是你真正的护身符。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